广州官二代怒甩渣男来台湾散心，台北捷运站5分钟被台男暖到心跳加速，跟前任完全不同感觉，结局让人大跌眼镜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故事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，来听听这个广州官二代美女怎么在台北捷运站邂逅了爱情。说起来啊，我们的主角小贝今年刚好28岁，家里在广州是响当当的官宦世家，爷爷以前是厅级干部，爸爸也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处长，家庭条件那是相当殷实。小贝自己呢，毕业于广州某重点大学，现在在家族的关系网下进了一家国企，做了个中层管理，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的。可是啊，感情这事儿真是不如意，十有八九。小贝跟她那个前男友在一起整整3年，原本以为就是今生的那个人了，结果呢，这男人啊，简直是渣到家了。丽姐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小贝在电话那头哭的声音都颤抖。我发现李明竟然跟公司的实习生勾搭上了，还骗我说在加班，我都看到他们一起进酒店了。哎呀妈呀，这还得了！我当时听了就火冒三丈，这世道怎么这种人渣这么多呢？更可气的是，这个叫李明的男人家里也是广州的公务员家庭，两家本来门当户对，甚至双方父母都已经开始商量婚期了。这下可好，人设崩塌的彻彻底底。最讨厌的是，我质问他，他居然说什么男人吗？难免会有点生理需求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应该理解一下。还说什么只是玩玩而已，又不耽误咱俩结婚。我当场就把戒指摘了扔他脸上。啧，这话说的简直是渣男标准发言啊！小贝一气之下直接删了所有联系方式，封杀得干干净净。丽姐，我现在整个人都很崩溃，我想出去散散心，想离开广州一段时间。我琢磨了一下，建议他，要不你去台湾玩玩吧。现在大陆去台湾旅游挺方便的，那边风景不错，而且文化上差异不会太大，语言也通，正好可以放松心情。小贝一听就动心了，当机立断办了签证，收拾行李就出发了。这一走可就有了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。小贝抵达台北的第一天，就被这座城市的温度给惊到了，不是说天气啊，是人情温度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在捷运站走错路了，正一脸懵的看地图，一个当地小哥主动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忙，而且不是那种献殷勤的感觉，就很自然很礼貌。我说了目的地，他还特意带我走到正确的站台才离开。呵呵，看来这位台湾小哥给小贝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嘛。小贝在台北安顿下来后，每天都沉浸在这座城市的美好中，逛逛西门町，去趟九份，吃吃夜市小吃，心情慢慢好转起来。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台北人的礼貌和善意。丽姐，这边人讲话都带着请问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公交车上看到老人家、年轻人都主动让座，而且不会拍照发朋友圈炫耀自己多善良，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，跟广州那些只顾低头玩手机的年轻人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听着笑了，那看来这次台北之行对你挺有启发的吗？可不是吗？我都开始反思，是不是我以前眼光有问题，为什么会看上李明那种渣男？他表面上风度翩翩，其实内心特别自私，从来没为我着想过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就在小贝慢慢从情伤中恢复的时候，他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那个人。在台北捷运站，那天早上，小贝准备去淡水玩，在捷运站买票的时候，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个自动售票机怎么操作。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声，不好意思，需要帮忙吗？小贝回头一看，是个穿着简单 T 恤牛仔裤的男生，大概30岁左右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特别有亲和力。啊，谢谢，我想买去淡水的票，但是不太会用这个机器。小贝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没关系，我正好也要去淡水，可以一起买。男生很自然地走到售票机前，一边操作一边给小贝讲解，这边选目的地，然后投币或刷卡，看，票就出来了。小贝接过车票，心里暖暖的，谢谢你，不会啦。男生笑着说，听口音，你是大陆来的吧？广州。哇，广州我去过一次，那边的早茶超级好吃。男生显得很兴奋，我叫陈家豪，你呢？
我叫林小贝，叫我小贝就行。小贝啊，很好听的名字。陈家豪笑着说，既然都去淡水，要不要一起啊？我可以当导游，保证比你自己看攻略玩得更尽兴。小贝犹豫了一下，但看着陈家豪阳光的笑容，莫名觉得可以信任他。好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坐上了去淡水的捷运。一路上，陈家豪向小贝介绍窗外掠过的风景和台北的趣事。小贝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来和一个男生聊天可以这么轻松自在。其实我是淡水大学的老师，教历史的。陈家豪说，平时工作挺忙的，周末出来放松一下。大学老师啊，小贝有些惊讶，那你知识一定很渊博了。陈家豪不好意思地摸摸头，哪里，只是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罢了。你呢，在广州是做什么的？我在一家国企上班，做市场企划。小贝没有提自己家庭的背景，他不想让对方有压力。哇，那很厉害啊！陈家豪真诚地说，听起来是个很有能力的女生。小贝感觉自己脸有点发烫，这种被人真心欣赏专业能力的感觉，和前男友李明总是说女生工作那么拼干嘛，反正以后要相夫教子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两人在淡水度过了愉快的一天。陈家豪带小贝去了渔人码头，一起看夕阳西下，带他尝了正宗的阿脊和铁蛋，还带他走过古色古香的淡水老街，讲述每一处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。你比导游还专业。小贝由衷赞叹，因为是自己家乡嘛，总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客人看。陈家豪笑着回答，眼神里满是自豪。当天晚上回到台北市区，两人依依不舍的道别。陈家豪主动加了小贝的社交软件，还很绅士地说，如果这几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联系我。小贝回到住处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。他给我打电话时，声音都是飘的。丽姐，我今天好像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。我听出他语气不对，笑着问，怎么才离开广州几天就有艳遇了？给丽姐讲讲。小贝把今天的经历全盘托出，最后忍不住感慨，陈家豪跟李明完全是两种人。李明表面光鲜，实际上自私自利。陈家豪看起来普普通通，却特别体贴周到，而且很有内涵。我听了暗自点头，但还是提醒他，相处一天就能看出这么多，确实不容易。不过你现在正是情商初育的阶段，容易对你好的异性产生好感，要理性一点哦。我知道啦，丽姐，我只是觉得台湾男生的思想跟大陆的好像真的不太一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家豪隔三差五就会发信息给小贝，询问他今天去哪里玩了，有没有吃到好吃的，甚至还会推荐一些 Tourist Guide 上找不到的小众景点。过了大概3天，陈家豪约小贝周末一起去野柳地质公园，小贝欣然同意了。这一次出游，两人的距离更近了。陈家豪细心地准备了防晒霜、矿泉水、零食，甚至还戴了2顶帽子，说野柳的太阳很毒辣。这些小细节让小贝觉得无比温暖。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广州，男生很少会这么细心的。小贝忍不住感慨，是吗？我觉得这很正常啊。陈家豪一脸疑惑，两个人一起出来玩，互相照顾不是应该的吗？这句话真是说到小贝心坎里去了。他想起自己和李明出去旅游，总是他一个人做攻略、订酒店、买车票，李明只负责跟着走，还经常抱怨这不满意那不合意。我前男友从来没有为我着想过。小贝鬼使神差地说出了这句话，他只在乎自己的感受。陈家豪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，那他真是个大笨蛋，不懂得珍惜这么优秀的女生。小贝感觉心脏漏跳了一拍。野柳的女王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海风吹拂着两人的脸颊，气氛莫名其妙地变得有些暧昧起来。回程的路上，陈家豪鼓起勇气握住了小贝的手。小贝没有挣脱。小贝，我知道你可能还没从上段感情中走出来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你。陈家豪直视着小贝的眼睛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小贝心跳加速，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。我也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，但是我过几天就要回广州了，距离不是问题。陈家豪坚定地说，我们可以保持联系，有时间我去广州找你，你也可以来台北找我。只要两个人都愿意，一切都有解决的办法。小贝被他的真诚打动了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甜蜜的恋爱。小贝本来计划待1周的台北之行，硬是延长到了2周。这2周里，陈家豪几乎每天都抽时间陪她。两人走遍了台北的大街小巷，品尝各种美食，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。离别的日子终于到来，陈家豪送小贝去机场。临别前，两人紧紧相拥，我会想你的。陈家豪在小贝耳边低语，我也是。小贝眼眶红红的，我会尽快再来看你。回到广州后，小贝整个人都焕然一新，同事们都说她变了，眼睛里有光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。她跟我视频通话时，滔滔不绝地讲着她和陈家豪的故事。丽姐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是对的人了。陈家豪给我的感觉是那么踏实安心，他尊重我，关心我，从不把我当附属品。我看着屏幕里的小贝，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。看来这次台湾之行收获不小啊，可不是吗？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，在最低谷的时候遇到了陈家豪，两人开始了跨海恋爱。每天视频通话是必不可少的，他们还会一起在线看电影、听音乐，分享各自的生活点滴。小贝惊讶地发现，即使隔着海峡，他和陈家豪的感情不但没有变淡，反而越来越深厚。他会记得我喜欢吃什么，记得我的生日，甚至记得我什么时候有重要会议需要早睡。小贝告诉我，这些小事李明从来不会放在心上。2个月后，陈家豪请了1周假，飞到广州看小贝。两人在珠江夜游的游船上，陈家豪单膝跪地，掏出一枚戒指，领小贝。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确定你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贝当场就哭了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但她毫不犹豫地点头，我愿意。这个消息传到小贝家里，可就炸开锅了。小贝爸爸直接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小贝苦笑着告诉我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，说我怎么能找个台湾人，还是个普通大学老师，家里条件肯定比不上我们。果然，官2代的家庭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接受女儿嫁给一个普通人家的。小贝妈妈稍微好一点，但也担心女儿将来生活会不如意。他们还拿陈家豪和李明比，说李明好歹家世背景相当，将来有发展前途。小贝无奈地说，我气得差点告诉他们李明出轨的事，但又怕他们更生气，就忍住了。面对家里的反对，小贝毫不退缩，他直接告诉父母，这是我的人生，我有权选择我爱的人。陈家豪虽然不是什么豪门子弟，但他对我的好，是李明那种人一辈子都给不了的。小贝爸爸火冒三丈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们为你操碎了心，你倒好，一声不吭就要嫁到台湾去。爸，我不是不懂事，是你们太看重门第了。小贝罕见的强硬起来，我跟陈家豪在一起很幸福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争吵之后，小贝干脆搬出了家里，独自住在自己之前买的小公寓里。这一举动可把他爸妈吓坏了，家里从来没有过这种叛逆的行为。丽姐，我真的不想妥协。小贝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，我经历过李明那样的渣男，终于找到真心对我好的人，凭什么要因为所谓的门当户对放弃？我理解他的心情，家人的担忧也是出于对你的爱，他们怕你吃苦，但是感情的事儿确实应该自己做主。陈家豪知道这边的情况后，立刻订了机票飞来广州，他想亲自拜访小贝的父母，表明自己的诚意。你确定要来吗？我爸脾气不太好，小贝有些担忧。当然要来，陈家豪坚定地说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认真的，我会用一辈子好好对你。陈家豪来广州的第2天，特意买了礼物，穿着正式来到小贝家。小贝爸妈虽然不太情愿，但还是让他进了门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是陈家豪。陈家豪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，非常感谢你们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小贝，我很爱他，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祝福。小贝爸爸冷着脸，小伙子，我就直说了，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吗？小贝从小衣食无忧，将来的生活我们也都安排好了。你一个台湾的大学老师，能给他什么样的生活？爸，小贝急了。陈家豪却很冷静，叔叔说的对，我确实比不上你们家的条件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小贝跟我在一起绝对不会受委屈。我虽然只是个普通老师，
但我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在台北有自己的房子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会尊重他，理解他，支持他的梦想和事业。小贝妈妈插话：你们认识才多久？2、3个月，这么快就谈婚论嫁，会不会太仓促了？时间的长短并不能决定感情的深浅。陈家豪诚恳地说：我和小贝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们的心已经完全交流。我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花言巧语，小贝爸爸冷哼一声，年轻人都是这样，新鲜劲儿一过就不一样了。气氛一度非常尴尬。这时，小贝突然站起来，拉着陈家豪的手：爸妈，我想让你们知道，我是真的很爱家豪。如果你们不能接受他，那我也只能离开这个家了。这番话震撼了在场所有人。小贝从小乖巧懂事，从未这样强硬过。小贝妈妈眼眶红了，小贝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们是为了你好啊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。小贝语气软了下来，但真正的为我好，是尊重我的选择，支持我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家豪给我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安全和被珍视，这难道不比家世背景重要吗？陈家豪看着小贝坚定的眼神，心里满是感动。他紧紧握住小贝的手，叔叔阿姨，我知道你们对小贝的期望很高，我保证我会用一辈子去呵护他，爱他，成为他最坚强的后盾。我绝不会让他后悔今天的选择。看着两个年轻人如此坚定，小贝爸爸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。哎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好吧，我不反对了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小贝和陈家豪异口同声，结婚后住广州，不要去台湾。小贝爸爸说，这下轮到陈家豪犯难了。他在台北有教职，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圈子，让他放弃一切来广州，确实不太现实。正当气氛再次凝重时，小贝妈妈突然说了一句，这样吧，你们可以两边都住。平时小贝在广州工作，周末或假期你来广州，或者他去台北，等将来你们有了孩子再做长远打算。这个折中的方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小贝和陈家豪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喜悦。可以，陈家豪郑重地点头，我们可以尝试两地生活，等条件成熟了再做决定。就这样，在小贝父母半推半就的态度下，两人的婚事终于得到了认可。第二天，陈家豪正式向小贝求婚，给他戴上了那枚早已准备好的戒指。丽姐，你绝对想不到后来发生了什么。小贝在婚前1周兴奋地跟我视频。什么啊？别卖关子了，我好奇地问。我爸竟然主动提出要去台北看看我未来的生活环境，而且他跟家豪相处了几天后，居然改变态度了。原来小贝爸爸抽时间专门飞去台北，想看看女儿未来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。陈家豪热情地接待了未来岳父，带他参观了自己的公寓、学校和周边社区。让小贝爸爸惊讶的是，陈家豪在台北的生活条件远比他想象的要好。他住的是一套精致的2室1厅，位于大学附近的高级社区，家具陈设简约而雅致。更重要的是，陈家豪在学校很受尊敬，同事们都很友善，校长还特意请小贝爸爸吃了饭。我爸回来后对我说，小贝笑着告诉我，那个陈家豪比我想象的要靠谱，台北那边的生活环境也挺好的，你住那边我也放心，你能想象吗？我爸居然完全改变了态度。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当陈家豪的父母从台北来广州参加婚礼时，两家人一见如故。陈爸爸原来是台湾某知名企业的高管，退休后才回到淡水定居。陈妈妈则是资深的高中教师，两家人在背景上其实没那么悬殊，只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所不同。丽姐，我真的好幸运啊！婚礼前夜，小贝感慨万分。如果不是那次心碎后的台北之行，如果不是在捷运站遇到家豪，我可能还被蒙在鼓里，跟李明那种渣男在一起呢。我笑着恭喜他，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。你看，一次偶然的旅行改变了你的一生。婚礼在广州举行，小贝穿着洁白的婚纱，陈家豪一身笔挺的西装，两人的眼中只有彼此。典礼上，陈家豪动情地说，谢谢你在台北捷运站给了我搭讪的勇气，那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小贝也泪眼婆娑，谢谢你让我知道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婚后，两人果然开始了两地生活。
平时小贝在广州工作，每个月会去台北住1周。放假时，陈家豪就来广州陪他。虽然辛苦，但2人乐在其中。1年后，小贝怀孕了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她决定辞去广州的工作，正式搬去台北定居。让所有人惊讶的是，小贝爸妈不但没有反对，还表示要在台北给他们买套大房子，方便以后去看外孙。丽姐，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吗？小贝挺着大肚子，笑着告诉我，我前男友李明听说我嫁到台湾去了，居然托共同朋友来问我愿不愿意复合，说什么他一直后悔当初的行为，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。我直接让朋友告诉他做梦去吧。我和小贝都笑得前仰后合。现在小贝和陈家豪的孩子已经2岁了，一家3口生活的无比幸福。小贝在台北开了一家咖啡厅，生意红火。陈家豪也升任了系主任。小贝爸妈每隔几个月就会去台北住上一阵子，2家老人处得像多年老友一样，这不正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吗？不是门当户对，不是家世背景，而是2颗真心的相遇与互相扶持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丽姐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，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，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在一个普通的捷运站，你可能就遇见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重要的不是他的家世背景，而是他是否真心待你、尊重你、爱护你。小贝从广州官二代怒甩渣男，到台北邂逅真爱，最终收获幸福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你足够勇敢去追求真爱时，幸福就会不期而至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